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认为，大国竞争时代的全球发展，美国玩不过中国。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全面阐述中美竞争的报告，对中国的竞争能力做出了评价，也给拜登政府提出了新的建议。该报告认为，美国现在必须认识到，以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处于崛起中的中国，更多的依赖于经济工具、贸易和投资，以及数字技术所获得的影响力，而俄罗斯则使用外交、宣传、军事威胁和网络攻击的强制性组合来实现其目标。俄罗斯主要关注的是保持其对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正试图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向西方靠拢。近年来，俄罗斯还通过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在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部署私人军事承包商来干涉国际事务，但是对美国构成的多方面挑战远远不如中国。该报告认为，相比之下，中国是美国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对手。代表中国影响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保护伞，横跨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东南亚、中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项目。相比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今天以中国的竞争将更加依赖于经济工具，特别是发展融资、贸易和投资，以及发展数字技术，参与全球竞争。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对外援助来支持其外交政策目标，但是现在可能还真玩不过中国。传统上，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有3个理由：一、支持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二、解决人道主义关切；三、促进商业和经济接触。在过去的10年中，以色列、埃及、约旦、阿富汗、伊拉克和哥伦比亚都获得了美国的援助。除以色列以外，似乎看不到让美国受益的成功案例。这份报告指出，美国现在的对外援助其效益远远不如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成功呢？中国的大部分对外援助来自于商务部的对外援助司。2018年，变成了中国国际开发合作署。中国官方金融的核心是各种国有金融机构，包括国家的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官方并不将其称为对外援助，而是南南合作，并将其援助描绘为双向交流和双边合作。中国表示，它提供的融资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经常对其所谓的援助施加治理和经济改革条件，中国则对其融资设定了2个条件：一是受援国家不能承认台湾；二，建筑合同非常频繁或几乎总是授予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向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部融资。到2022年，世界上74个最贫困国家的偿债额中有1/3是欠中国的，另外1/3是欠私人投资者的。虽然西方攻击中国造成了债务陷阱，但是中国的资金的确在帮助很多国家发展。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承认并且理解中国的发展融资方式是一个明显的优势。发展中国家需要更新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而中国又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基建能力。中国提供的援助特别有效率，而且没有附加条件，这在更大的范围内让中国更受欢迎。中国的对外援助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主要在国家层面上与政府接触，而美国则在包括地方层面在内的所有层面进行接触。中国通常专注于使用中国的材料来建造，并且由
中国工人管理的，而美国则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来加强当地社区。相比较而言，中国援助的项目更容易成功，因为中国人可以更好地控制进度和质量，并获得所在国家的认可。美国的这份报告认为，美国应该将援助重点放在以下领域的战略环境中，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卫生系统、民主治理、教育和私营部门发展等等。在这些领域，要么美国政府应该提供中国模式的可行的替代方案，要么美国能够带来显著的比较优势。这些呢，实际上都非常困难。美国专家认为，如果美国未能找到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对抗中国的发展和经济实力，那么美国将在竞争中失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诚实地指出，相比和中国的竞争，需要对发展、贸易和投资给予更多的关注。美国早就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一挑战，并做出必要的调整，否则中国将会赢得未来。这个结论说得非常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